气运胜境山峰顶端之变化，内外相同。因此，不止百里子林以及其他踏入气运胜境之人能够看到，气运胜境外的人也同样能够看到楚风的名字出现在了气运胜境山峰顶端。因百里子林对楚风发起的挑战之事，如今聚集血脉天河的人本来就多，所以见证这一幕的人自然也就非常之多。而无庸置疑的是，这一幕无疑再度刷新了众人对楚风的认知。这么快，就连刘阔都感觉难以置信。九颠大师虽不像刘阔那么夸张，可苍老的眼中同样难掩惊容。师尊，之前借天燃气运胜境顶峰流明也有这个速度吗？刘阔看向九颠大师，九颠大师则是摇了摇头，自然没有。那差得多吗？刘阔问。相差甚远。九颠大师道。不愧是楚风兄弟。闻言，刘阔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这正是他想听到的答案。眼下谈论此事的可不只是刘阔与九颠大师，几乎见到这一幕的人都在激烈讨论。毕竟气运胜境早就名扬天下，小一辈可能知道的少，但老一辈可都清楚。甚至许多人是曾亲眼见证了借天染在气运胜境顶端留名，以及后来挑战之人，因此他们也都知道楚风这速度可比借天染当年快多了。尽管楚风早就做出了很多常人所做不到之事，可当这件事发生，老一辈还是忍不住感叹，怎么有人可以妖孽到这种程度。相比于热闹交谈的众人，躲在阵法之内的芥幕白显得颇为孤单，可他却没心思顾及这些，他的眼中充斥着恼火与不解。他的目光从那覆盖自己的大阵以及气运胜境顶端楚风那名字来回移动，可无论他看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楚风确实已经登顶成功。前辈，我好像产生错觉了，我怎么看到气运胜境山峰顶端出现了楚风的名字？此时百里子林的声音也响起，他刚刚缓过神来，可语气也仍能感受到他的震惊与不解。芥幕白并未直接回答，而是闭上眼眸，深吸了一口气，这才睁眼开口，那并非幻象，而是真的。真的？你不是说楚风不可能登顶成功吗？百里子林的声音不仅增大数倍，语气也变得狰狞。我也不知为何他能做到。此地的破解难度是相同的，若非我能够窃取此地天机，你也很难登顶。正常来说，楚风不可能登顶才对。芥幕白此话仿佛一记重锤砸在了百里子林的头上，让他冷静了许多。他意识到他没资格责怪芥幕白，毕竟这难度确实太大了。没有芥幕白，他也不可能破解此地阵法。那会不会是楚风也掌握着此地的力量，甚至比你掌握的还要多，所以他才能够登顶成功？不然解释不通啊！这么难破解的阵法，他若没有助力，凭借自己怎么可能破开，并且还这么迅速？百里子林问。不可能，气运胜境只有一个天选之人，那个人已经是我，便不可能再有其他人获得相同的力量。芥幕白说道。那怎么回事？他的天赋不可能逆天到这种地步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若有这种天赋，那我也不必修炼了，这浩瀚修武界干脆让给他算了。百里子林坚定地认为楚风一定是借助了外力，并且这外力比芥幕白还要强大得多。子林少爷，你先不必纠结此事，别忘了这气运胜境是为你开启，就算楚风在顶峰留名，可也要能够挑战成功，才能获得最终的气运之力。只要你也能够登顶成功，你们将一同挑战，而你们面临的挑战难度也是相同的，但挑战也有难度高低之分。待得你登顶之后，还会遇到阵法，那时我会帮你将这气运胜境的难度推到最高的级别。芥幕白说道。最高级别？那我不是也要面临这种难度？百里子林问。放心，这最高难度对你而言反倒是较为简单，因为最高难度需要有人助力才行。你有玉宗做靠山，那么多高手为你助力，你自然事半功倍。可那楚风，有谁敢为他助力？真正有实力的也只有那图腾龙族了。图腾龙族本就无法与玉宗相提并论，何况刚刚平息叛乱，如今实力更加大大受损。到时我们想办法拦住那图腾龙族，就算有人为楚风助力，也是群虾兵蟹将，根本起不到半点效果。而若要靠他自己挑战，他便只有一个结果，便是挑战失败。
也许他自己就放弃了。芥木白说道：“晚辈明白了，请前辈继续帮我，我也要在顶峰留名。”百里子林说道。随后，芥木白也是全力帮助百里子林。又过了足足3日之后，百里子林也总算将自己的结界血脉与气运圣境的力量相融。气运圣境顶峰，一道阶梯也是飞落而下，直达百里子林脚下。百里子林也不犹豫，快速向前攀爬。可走了没有多久，便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可恶，这阶梯上面有压迫之力！百里子林极其不爽，面目狰狞地望着眼前那直达顶峰的阶梯。自打楚风登顶成功，他便不再觉得能够登顶留名是多么荣耀之事。他只想尽快登顶，追平楚风，再按照芥木白所说，将挑战最终气运之力的难度变成需外界助力的最高级别。只是没想到，楚风那么短时间就能登顶的事，他耗费了这么久，而明明已经成功，结果这阶梯竟也有如此强大的压迫之力。这种压力与修武不同，让他感觉极为难受，甚至感觉难以克服。这一刻，他的心态也是有些崩了。子林少爷，莫要心急，你仔细感受那压迫之力，然后将你感受到的告诉我，我帮你寻找应对之法。芥木白的声音响起。百里子林虽然心烦意乱，可却也明白眼下应该做什么。已经到了这里，自然不能放弃，于是也是按照芥木白说的去做。芥木白倒也是很快找对了应对之法。百里子林照做之下，再加上芥木白的助力，那阶梯倒是拦不住他了。只是从下方走到顶端，他又耗费了足足1日时间。本就被蛋蛋打成重伤，还未痊愈的他，这一路走上来，真的快将他折磨死了。当其到达山顶那一刻，根本没心思认真观察，直接躺在地上。他是真的筋疲力竭了。可当一道声音响起之时，百里子林却连休息的心情都没了。怎么这么虚？那么简单的阶梯，怎么像是快把你累死了一样？闻言，百里子林赶忙起身看去，果然在那山峰顶端的不远处，楚风就站在那里，正看着他，那眼神与看待小丑无异。气运圣境顶端有着一座阵眼，楚风来到此地，踏入阵眼后，便将其名字留在了山峰顶端，世人皆可见。可同时，却有一座阵法困住了楚风，楚风无法离开此地。起初楚风不解，倒是淡淡猜测，可能也有人在挑战在山顶留名，而在那人挑战失败或者成功之前，楚风都将被困于此地。楚风觉得在理，倒也不慌，因为在这个位置，那山峰后方的巨型罗盘自然也是看得更加清楚。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楚风几乎确定了一件事，自己的结界血脉之所以如此兴奋，其实与这罗盘有关。这更像是一种提醒，是结界血脉对自己的提醒，这罗盘搞不好才是气运圣境真正的关键所在。只是罗盘复杂，楚风看不穿，于是楚风打算将罗盘的所有内容都记下，慢慢揣摩，就算眼下不行，以后定然也有机会破解。只是这罗盘上面的符咒虽然好记下，可运行的轨迹却是非常的复杂，可谓变幻莫测。这种情况下，楚风倒是希望那挑战之人慢一些，多给自己一些观察的时间，就好像是在配合自己。那挑战之人真的很慢，足足3日，楚风不仅将罗盘上的所有符咒记下，也将罗盘的运转轨迹记下。且没过多久，顶峰的阵眼之上，一道阶梯飞落而下，说明蛋蛋猜测对了，的确有人挑战，且已然成功。阶梯虽有压力，可楚风站在山峰顶端则没有压力。跟随阶梯的光芒照耀，楚风利于闪电，能够看清那阶梯下方之人。让楚风和蛋蛋都没想到的是，这挑战成功者竟是百里子林。尤其是蛋蛋，在他看来，百里子林的伤势不可能这么快好。可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不接受也是不行。不过好在百里子林的表现差强人意，只是这阶梯他攀登上来就花费了较大的力气。且经过楚风的观察，发现百里子林的结界之术很弱，对阵法的应对能力自然也不可能强。正常来说，以百里子林的能力，不可能破阵法，甚至那阶梯他都走不上来。这倒不是楚风自达，可他能有今日的应对手段，那可是从一次次生死磨砺中领悟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只有自己领悟，外人无法传授。所以百里子林他能够攀登上来，
必然是因为体内有某种至宝。但有宝物归有宝物，也不可否认百里子林的结界血脉很强，不然也不可能成功。于是楚风就这样看戏，等待着和百里子林会面，看有没有机会教训一下他。若能直接杀了便是最好。可楚风知道没办法用自身武力解决，因为登上山顶有守护阵法，是避免登顶者相互残杀的，只能另寻机会。可谁曾想，终于盼到百里子林上来，他却累得直接躺在了地上，都没发现楚风。于是楚风才讽刺地开口：楚风。当百里子林看到楚风后，顿时怒火中烧，也顾不得自己的虚弱的身体，抬手一掌，刹那间地动山摇，磅礴的武力排山倒海的便向楚风冲了过去。这一掌杀机毕露，就是要取走楚风性命。只是那汹涌的武力在靠近楚风之后，似是被什么吞噬了一般，凭空消失。你身上果然有至宝，我就说若没有至宝，你不可能这么快来到此地。百里子林道：连宝物和此地结界都分不清吗？楚风冷然一笑。闻言，百里子林也反应过来，难怪有恃无恐，原来是此地的守护结界在护着你。说反了吧，是护着你。楚风看百里子林就像是看待傻子。百里子林是强，可楚风有淡淡。若不是这山峰顶端有保护阵法，楚风自然不会放过百里子林。而楚风这句话也是让百里子林反应过来，楚风虽弱，可却有那只可怕的戒灵。因此楚风这句话虽然讽刺，但却也是事实。还好此地有保护机制，不然倒霉的其实是他呀。呵，楚风，那只能怪你运气不好了。发现被保护的是自己，百里子林心中的怒火消除许多，但并没有急着动身走向阵眼，而是盘膝坐下调整身体。但真正帮助他的还是芥木白，且在芥木白的帮助下，并未花费太久，百里子林的情况便得到好转。还冤枉你身上有至宝，明明是他身上有宝物。若不是此地有守护结界，不让你们交手，本女王妃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淡淡看出百里子林能够恢复，是因为身体内有东西，越发的不爽。没事，淡淡无非就是让他活得久一点，反正他的命迟早会收。在楚风心中，百里子林已被列入必杀名单，要么王强杀，要么他杀。总之，敢对自己兄弟做出那等残忍之事，此人必除。好转后的百里子林站起身来，走向阵眼，可却在踏入阵眼前却停下，望向楚风：先登顶又如何？还不是要等我？楚风，我不妨告诉你，此地最强的气运力量只有一份，你我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但你输定了。楚风没有说话，在楚风看来，就算百里子林身上有与此地相关的至宝，可他也绝不可能在这件事上战胜自己。二人登顶的速度就已然说明了一切。而伴随百里子林踏入阵眼，很快他的名字也是浮现在气运圣境顶端。如果说楚风的名字出现，人们还算意料之中，最多只是对速度有所震惊，那么百里子林的登顶成功，则是让人倍感意外。莫说外人，就连狱宗内的人都感到意外。百里子林，他的名字怎么会出现气运圣境之上？不是说这气运圣境唯有结界天才才能有所收获吗？陈辉不解地看向身旁的云傲，倒是听闻百里子林在结界之术方面有所天赋，不过其父亲不让其修炼结界之术，便荒废了。但就算有天赋，可以他对结界之术的了解，登顶气运圣境未免太夸张了一些。云傲大人也是若有所思，咱狱宗有掌握与气运相关的力量吗？陈辉询问。从未听闻啊。云傲大人摇了摇头，他们都觉得百里子林使用了非常规手段，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手段从何处获取。而在众人猜测之际，人们所看不到的气运圣境顶峰之上，那座阵眼之力已经扩散，将楚风与百里子林覆盖其中。汹涌的结界之力以二人为中心激烈碰撞，楚风与百里子林正在交锋。这场交锋关乎他们最终的挑战难度。而百里子林满脸得意，凭借芥木白的帮助，他已占尽先机。尤其是当他看到楚风那吃力的模样后，心中更是狂喜。结界天才不过如此。